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咱们每个人身体上面都藏着3把锁，这3把锁啊，可以说决定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僵硬程度。换句话而言啊，就是说这3把锁完全打开了以后，我们就能够做到百经柔，气血通。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啊，自己年龄大一些以后啊，他就会说，哎呀，年龄大了，身体僵硬了，骨头也变硬了，动不了了。换而言之呢，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啊，发现肩关节也打不开了，这个走路啊胯也拉不开了，就是身体上变得特别僵硬。特别是很多人啊，他有个分界线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30多岁到40多岁啊，他这个阶层啊，他会感觉特别明显。年轻的时候打球运动啊都可以，一到了30、40岁以后呢，慢慢的发现啊自己很多动作做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这3把锁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紧，导致了我们的身体啊没有办法打开。那么这3把锁是哪个地方呢？其实啊非常简单。第一个就是位于我们的肩胛骨啊，肩胛骨啊可以说是我们颈椎和我们肩部的一个关键所在。之前的视频给大家讲过了啊，这是第1把锁。第2把锁就是我们的骨盆，骨盆啊上面连着咱们的腰椎，下面是我们的一个髋关节，所以骨盆也是第2把锁。第3把锁是哪里呢？是我们的足踝啊，这个足踝它的好坏也是决定着我们上面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呢，这3把锁一定要重视。今天教你一个动作，完全打开这3把锁，做完以后啊，就能够做到百经柔，气血通，而且整个人做完以后会舒展开来，特别的舒服啊。那么这个动作如果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同时记得啊，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讲动作怎么去做。这个动作啊并不难，但是你要做好，它里面的细节啊是环环相扣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盯紧了其中的细节。咱们首先呢，把这个腿啊给它分开啊，比我们的肩膀啊微微略宽一些。然后呢，脚尖指向正前方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正常站直啊，收腹，把我们的手啊放在我们的肩上做这个动作，同时呢，把我们的小臂啊给它靠在一起。你看这个动作只要一做，哎，你会发现啊，身上后面的筋啊就绷紧了。咱们把这个动作做好以后，第一步是什么呢？你看吸气转腰啊，你看吸气转腰，你看骨盆是不是活动了？很多朋友腰不好啊，在做第一个环节的时候就发现腰部啊有一根筋是紧紧的在拉着你。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说把我们的腰部的筋给拉开啊，通过这个转把腰部的筋给拉开。转腰以后，脚你看踮起来啊，同时你气也吸完了，要做什么呢？看，把手往上抬，头跟着抬，好，尽可能抬到你的极限，然后吐气，把手打开，绕着肩膀转一圈。好，回，好，这个动作的细节，不知道大家看清楚没有？没有看清楚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，跟着我再做一遍啊。大家记住了，一定要跟着步骤去做，千万不能盲目的啊。比如说看着这个动作，感觉自己学会了就随便做一下，哎，也没什么嘛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你要真正的跟着动作去做，掌握了细节，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并不简单。好，我们来做下一个啊，依然是双脚微微分开。好，把我们的手啊并在一起，来。微微吸一口气，转身，你看我的后脚也跟着一起转，转完以后，好，把手肘往天上去指，同时手啊要并在一起啊，然后头往上抬，好，然后吐气，把我们的肩膀绕着打开，好，当我们的肩膀完全绕完以后，回，好，就这样，来下一个依然是靠在一起，吸一口气。往上去指，头往上抬，好，绕肩吐气，好，回，然后我们接着去做啊，你看，再给大家做一个，你看转，抬手，打开我们的肩膀，吐气，回。这套动作呢，咱们左右算一个，相信大家刚刚跟着我一起做完以后，就能体会到这套动作的一个玄妙之处。所以呢，我们坚持啊，每天去做上一个5个到8个区间，就可以完全的打开舒展你的全身。只要这3把锁打开了以后啊，你去活动一下你的手啊，活动一下你的腰部，包括你的脚踝，你会发现啊，特别的轻松。
而且这个动作啊，也是我们日常当中可以很好的锻炼舒心吐纳的一个非常好的动作，建议大家把它纳为日常当中啊锻炼的一个首选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啊对你带来了帮助啊，改善了你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态，一定要把它及时的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你的一个小举动啊，会帮助更多的人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筋长1寸，寿长10年，这句话很多朋友们都听过。但是啊，你要问他，我们身体当中那么多条筋，哪条筋是最重要的？他的回答肯定是不知道。其实我来告诉大家答案，我们身体当中的筋啊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于我们的腿上。这条筋啊，是身体当中最重要的，也是最长的，但是也是最难拉开的一条筋。这个腿上的筋啊，它其实很有讲究的啊。咱们说一个人啊老不老，你别看他的脸上，别看他的容颜，你得看他的双腿。一个人如果说双腿开始出问题了，那么他的身体当中的衰老速度啊就会加快。如果一个人啊他腿啊是一个常青树，腿上常年是腿脚有力，那么他的身体啊一定是健健康康的。所以呢，想要长寿，想要健康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腿上的这条筋啊给它拉开。但是这根筋啊，很多人说不会拉，太难拉了，没有关系。今天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，一个动作轻松把你的腿上的经络完全的打开，而且啊轻松省事不费力。这个动作非常的宝贵，所以希望大家把视频收藏下来，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如果说跟着我做完感觉有用的啊，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你的这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。现在呢，来给大家讲一下动作。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啊，它的发力啊是很有技巧、很有讲究的啊。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动作的架子啊，先把我们腿啊像这样敲起来，然后用我们这个脚的脚踝啊贴住另一条腿的一个正面啊，就这样把这个姿势先摆好。然后呢，我们首先第一点是要做什么呢？把我们的腿啊向下压啊，一边压一边晃，就这样啊。非常的简单啊，手往下啊，连绵不断的啊，给它压啊，力量不要大，轻轻的压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啊叫松胯，先把胯给它松开来啊。你这胯一松开来以后，你这个腿啊才能灵活，不然很多人啊，他说他的胯像一个铁块一样，都快生锈了啊，关节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每天先松胯啊，松上一个50下到100下。胯先松开啊，胯松开以后呢，我们开始做这个动作啊，非常简单啊。你看我这个手啊，要整个手掌啊，你看压住我们的这个整个脚的脚面，你看就这样环抱住。另一个手掌呢，推着我们的一个脚跟啊，推着我们脚跟，先把这个姿势啊给摆好。你看手搭在我脚跟，这个手呢用手掌啊贴住我们整个脚啊，这个脚底啊，就这样把姿势摆好。摆好这个姿势以后，大家注意看啊。我这个手啊，形成一个螺旋的力，把这个脚啊一扳啊，把我们的小腿啊是不是都拉到了？拉到以后，你看螺旋的力再往回推啊，发完一个螺旋的力，还要再往回抱啊，你看这样一拉一推，方向是向这儿的。那你们去做这个动作，你能感觉出来？往回拉、往回推的时候，你会明显的感觉我们腿部的筋啊给拉开了啊。再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它这个动作很简单，但是你找不到这个发力的要点，就很难达到这个动作的精髓啊！你看手抱住啊，环抱住以后呢，一拉一推，推的时候是往外啊，你看走啊，这个力就打开来了。好，保持啊10秒钟到15秒钟，忍受这种酸酸胀胀被牵拉的感觉。好，拉开来以后，我们继续啊，把我们的胯给松开啊。就这样推，就这样推，非常轻松啊！先把胯给松开，松完50下到100下以后，自己看啊，就推的时候啊，感觉没有那么明显了，感觉很舒服。我们再把这个手啊抱着我们的脚底，这个手推着，往外去推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保持10秒钟啊！做完2组，一般来说就够了。然后腿活动一下，你会感觉啊，腿上有一些酸酸的、胀胀的感觉，没有关系。过一会儿，你这个腿腹啊就会非常的舒服啊。同时呢，过一会儿以后，你2个腿啊来回的，你看就这样活动一下，你会明显的发现我们拉过的这条腿啊是非常的轻松的啊。我们再把这条腿啊来演示一下，你看同样敲起来啊，你会发现啊，可能我的右腿和左腿敲的角度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某些筋啊它更紧张了，我们不用管它，我们依然给这个地方胯部先松一松啊。先松一松胯，你看就这样轻轻的推啊，让腿再摇啊，把这个胯给它松开来
好，画松开来以后呢，依然的，你看这个手，你看拖着我这个脚底，那个手啊，推着脚跟啊，往上一旋转，往外一拉，你看，一旋转一拉啊，就这样看，注意看我的发力啊，看到没有啊？一旋转一拉，保持15到20秒钟。好，做完了以后，再反复推一次。再拉一次啊，一般来说做个2组，这个动作啊就结束了。那么做完以后啊，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，站起来走走路，你会发现这个腿啊是真的是非常的轻松。这个动作每天你都可以去做，你会发现越做啊，这个腿部的气血循环代谢就越好，这个筋啊也会变得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有弹性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，同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那么没有关注的，关注我一波，我是大伟，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一个好的心肺功能对于中老年人啊非常的重要，尤其对于老年人啊是更加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好的心肺功能啊，可以意味着让你能走更多的路，让你爬上更高的山，让你去做一些同年龄人可能都做不了的一些旅游，甚至让你整个生活啊都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阶层啊，让你的生活状态变得更好。所以心肺功能啊真的很重要。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咱们的心肺功能呢？那么年轻人啊，他适合于跑步，但是年纪大了以后啊，这种跑步你没有基础的话，你是很难去做到的。所以呢，道家的一个方法就非常的好，叫做舒展吐纳功。这个吐纳就是去增强和激活咱们的一个心肺功能。那么这个伸展呢，我们又知道它可以去活络我们的筋骨，让我们的气血变得更加通畅，顺便锻炼到我们整个后背的肌肉。这个动作可以非常的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怎么去做。那么首先呢，这个动作是以呼吸和动作配合来的。咱们先做一个动作的演示，一边做一边讲。首先吸一口气，吸气。吸满满的，然后开始吐气啊，吐的时候手往上伸，手伸直，然后在吐气的时候把手打开。当我们嘴巴里面气吐完的时候，手应该能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开合的一个角度啊。好，然后回位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动作，做的时候注意啊。眼睛是跟着手走的，就是说你手往上抬，头也要往上抬，然后再打开。因为刚刚呢在给大家做演讲啊演示，所以呢我的头啊不方便往上抬。我们来做一个抬头的动作啊，来看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我的气吐完了，好回，好再来第3个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的气没有吐完，我的手啊是一直要往外打开，即便我打开到这样啊，往下一直在打开，也要等我的气吐完了以后，我的手啊才能回来。这样的话，你的气息才不会乱。慢慢练一练啊，你就能找到自己适合你的气息，慢慢就能做到啊，到一定的角度啊，气就吐完了就回来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小周天的一个运转。那我们就再来一次，吸气。头往上抬，然后手伸直，吐气。好，我吐完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手就要伸回来啊！记住了，你的动作永远是配合着你的呼吸，你的呼吸是主，动作是次。这个手的开合的方向一定要等你气吐完了以后，手再拉回来。好，这个动作呢非常的好。大家去做一个2到3圈啊，就是1圈、2圈、3圈啊。做完了以后呢，头上就会微微出汗，后背会有发酸、发热、发胀的感觉，整个人啊是感觉经络通透、气血通畅，非常的舒服。而且做完以后啊，腰背挺直，非常的轻松。这个动作既可以练到我们的呼吸，练到我们的气息，同时能打开我们周身上半身的这个经络啊筋骨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啊，大家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，也希望大家呢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啊，记住一定要长按。长按这个赞，给我一个超级赞！我是大伟，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人老筋缩，筋缩人弱，筋对于我们的状态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相信咱们每个人身边啊，都有一些70、80身体比较腰杆子笔直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。
这些老年人，你看他的状态就能感觉出来，一个字挺拔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说明他的筋啊很长。那么筋长什么长呢？筋长寿更长。除此以外，咱们也看到很多的40岁啊、50岁，慢慢的体态变成这样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筋缩。那么这样子给人看起来就会感觉怎么样？虚呀，没有力气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道家有个非常好的动作，就叫做拿手。拿手也被称之为抻筋之王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就是你每天甩手10下，你不如拿手这么1下。把拿手练好了，这些筋啊，上半身的筋就打开了。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拿手啊分享给大家。大家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，记好其中的细节，每天跟着去做。做完感觉棒的，评论区下方留上有用2个字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咱们开始看动作。拿手这个动作啊并不难，但是有一些细节咱们一定要把它做好。首先就是五指要张开，尽可能张到最大，张到你的极限。第二个是手腕，你看要折，把它折起来啊，掌心朝下，就这么去折。然后第3个就是你的手肘这个位置，你看不能去弯曲，一定要把它绷直。这样3点保持一个锁定状态，然后同时记住一个口，这个口就在我们的手腕这里，我们称之为腕口。一般来说，腕口朝向哪个方向，我们的手就挥向哪个方向。记住这一点，我们开始一起做。来，首先起始姿势，脚站紧，腹部收紧，手折起来啊！你看手这么一折，手掌朝下，五指张开，这个手肘啊，你看绷直，然后腕口慢慢的转向前方，看好，腕口转向前方，然后腕口朝前嘛，就朝前举起来，慢慢的举起，手一定要绷紧了。慢慢的、缓缓的把我们的手腕口，你看转向外侧，就这么转，转向外侧，转向外侧以后，再把它往外打开，腕口朝哪，手就朝哪打开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就像推窗户一样，就到这个点的时候，咱们一定要记住，这就是考验你的筋了。很多朋友短一些的，他这手就开始折起来了，然后手开始变形了。你记住，尽可能的撑到你最大的极限。好，然后慢慢的。再开始腕口朝向上方，头往上抬，来，往上举，举过头顶。好，这个时候合住，合住以后手往上撑，就仿佛有人在上面拽着你一样。你看这是撑，顶着一个大石头，被人往上拉的感觉，往上撑。撑的时候把腕口朝向外侧，朝向外侧以后保持一会儿，手还是要撑上去，像顶着天。慢慢的往下放，这就是散弓。好，腕口朝内，这就是散弓了，腕口朝下。好，做完以后这一下结束，稍微的活动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做一个快的，刚刚是演示讲了一些细节，这次我带大家做一个快的，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去练。首先起始姿势，做好了以后，腕口朝前，手举起。好，腕口朝外。慢慢的去做，慢慢打开，开窗户，头往上看，好，保持住以后，腕口朝上，手在上方合十，然后到上方以后要撑起来，拖着一个大石头，被人感觉向上拉着一样，你看手往上撑，保持1到2秒钟，腕口朝外，再保持1到2秒钟，手往上撑，腕口朝下散弓，腕口朝内。腕口朝下，这么就是1下拿手。你做完以后，自己握握拳头，感觉一下啊，你的背、你的肩、你的头、你的手的感觉，这就是拿手。拿手帮助你什么？把你的筋给拉开来。很多朋友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哎呦呦的，自己拉不开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你只要能够坚持做上个2次、3次，今天拉不开，明天拉不开，后天你就拉开了。好了，这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。大家记得每天做上一个2到3下，把这个动作学会，经常做一做，自己的筋拉开了，整个状态也就不一样了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大家一定要记得啊，没有关注的关注我一波，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掏心窝子的把这些干货分享给大家。我是大伟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古人啊都非常重视拉筋，咱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筋长寿长。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反过来以后又是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人老筋缩，筋缩人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一个人老了以后，如果你没有注重拉筋，那么你的筋就会缩短。
筋缩短了以后，它慢慢的整个人就会怎么样？慢慢的蜷缩下来，就会变得很弱。所以呢，一个人，特别是中老年人，想要自己的身体啊棒棒的，想要自己啊变得很强壮，整个体态非常的好，包括你的整个运行的一个状态，就要去拉筋。拉的不是筋，拉的是你的经络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来分享一个道家非常厉害的拉筋方法。这个方法叫做拿手，可以说甩手10次不如拿手这么1次。所以拿手这个动作，你跟着去练，跟着去做一遍，你就能掌握到其中的一个核心，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开始练习拿手了。那咱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，大家感觉好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我们一起来看动作内容。拿手这个动作呢并不难，有一套口诀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几点。首先第一个是五指张开，整个手掌啊要打开来，然后呢这个手掌要折起来，看到没有？无论朝哪个方向，这个手掌一定要把它折起来。最后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手肘啊要撑得直直的，你不能说做到某一个角度了，这个手肘就弯下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综合来讲的话，是五指张开，手掌折，手肘直啊。把这几个讲好了以后，我们再听一个经常听到的词，叫做腕口，手腕的口称之为腕口。那么腕口一般朝哪个方向，我们的手就朝哪个方向去做。好，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动作啊。那么我们首先做起始姿势，你看腕口是朝后侧的，手折起来。好，然后我们慢慢的把手开始旋转，腕口朝向前侧，腹部收紧，整个胸口挺起来。然后你看腕口朝前，手就朝前慢慢的往上举，举到和我们的肩膀平齐了以后，腕口慢慢的转向外侧。啊，你看转向外侧，转向外侧以后，再把它慢慢的向外侧打开，腕口朝外，啊，手往外侧打开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叫开窗户。你看，手朝外侧打开，就像开窗户一样。很多朋友开到头了，就发现了，有的人啊是手开始怎么样揪在一起了，有的朋友是手肘一下弯起来了。你记住，这叫做抻筋。啊，我们尽量的保持什么？手肘伸直，手腕折起来，手掌张开，然后保持一会儿。你即便啊很难忍，你稍微忍受一下，1到2秒钟以后转，腕口朝上，开始向上并拢。并拢了以后，你看并拢还没结束，手要往上撑一下。你看，撑上去像顶着一个大石头，顶上1到2秒钟，腕口朝外，朝外了以后。你像拖着这个天的感觉啊，你看天要塌下来了，你拖着它往上去撑，啊，撑上1到2秒钟，慢慢的往下，这就散功了。腕口朝下，腕口朝内，腕口朝下，散功。好，做完一遍以后，把你的手握拳，稍微的活动一下，因为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前胸后背手臂都在怎么样撑开来。你只要跟着做，你都会感觉这些以往你不怎么用到的一些筋都开始撑开来了。所以这个动作，就很多人说啊，我做上拿手一下，比我以前甩上这个甩手啊，甩10几下、20下都要来得好得多。这就是拿手。那么拿手这个动作呢，现在所有的朋友啊，你掌握了以后，你就把手机放下来，我带着大家做一遍，做一个正常速度的，你们参考一下。先是起始姿势。好，来，腕口朝前，慢慢的保持住，往上举，1到2秒钟，腕口朝外，慢慢转开来。好，开窗户，慢慢的来，这个开窗户不要着急，头往上看，头往上看，开来，打开到你的极限，保持1到2秒钟，转，腕口朝上，向上合并。好。到了顶部以后，手往上推，像顶着一个大石头拖着它，不让它砸下来。腕口转向外侧，转到你的极限，把你的胸背都挺起来，拖着这个天的感觉往上撑，1到2秒钟，慢慢的放下来。好，腕口朝内散功，腕口朝下散功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拿手啊。做完以后自己活动一下手臂。活动一下你的后背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时候你想把背这么弯着，你都会发现不舒服。
啊。所以呢，大家把这个动作学会以后，每天做上一个3遍到5遍就行啊，拿手3遍到5遍，每天坚持去做，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上半身的经络都打开了，整个筋啊撑开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，我是大为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，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。同时，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